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23日，星期一。那么今天所谓是黑色的星期一，但是呢，不必有过多的担心，因为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分析非常硬核的分析。我们要从宏观的战争迷雾，再讲到技术的生死防线，最后呢，给大家拆解一下为什么你的个股会跌得如此的惨。这个指数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，好吧？那么请大家务必听到最后，因为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可能会决定你能不能熬过黎明前的黑暗。如果你有看我昨天的视频的话，你应该非常的清楚，我昨天说的非常清楚哈，就是 SPY 这边680就是一个铁底，然后呢 QQQ 这边600，这里就是一个金底。如果你有仔细的去听懂我讲的内容，那么你今天一点都不会害怕，而且甚至你可以在一个非常关键、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去进行入场，然后现在满满的都是收获。但如果你是就是心术不正，或者是你想来挖苦，那么你就会在鸡蛋里面去挑骨头。我昨天也跟大家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今天就是有可能在早盘的时候有一波杀跌，然后呢再慢慢的起来。而且呢，今天在关键的地方，我们也跟大家讲了11点23分的时候 ，SOXL。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根漂亮的高一企稳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就是做这么一波日内，那么我们会员群朋友的反馈非常的好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我们盾也有，剑也有，让大家呢稳稳的进行盈利。如果大家想拿到盘前盘中这样精准的点位和方向指引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如果你只是我的观众，但是呢，你看了我的视频，你今天也是有所收获的话，那么欢迎你帮我点一个赞，你的点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，会有很多的动力，接下来做更多好的视频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那么我们会员群的话呢，我们不会经常给大家变标的，然后呢，很多标的给大家选，我们就集中火力，好好的做好一些强势的个股，够得赚了，好吗？够得赚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策略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策略适合你的，那么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这波下跌，你千万不要用情绪给结论。我们先把新闻和宏观的因果给捋顺。市场今天的核心矛盾，它并不是经济数据有崩，而是政策不确定性被重新点燃。那么，川普这边在最高法院否决其基于紧急法的关税路径后，很快改用1974年贸易法的 Section 122，把全球临时关税从10%抬到15%，期限最长是达到150天。这个动作很重要，直接的把企业成本、供应链、通胀路径又打回到问号的状态。风险资产它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要去降杠杆、缩估值。所以美股这边三大指数同步下挫，并不意外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并不是单一国家或者是单一品类的摩擦，而是全球口径的税率上调。市场它不怕你的税率本身，而是不知道下一步你怎么去改，你改到哪儿，你豁免怎么给，企业呢也没有办法给出清晰的指引。于是华尔街的资金先撤退一步看戏，这就是今天下跌的第一层逻辑。那么第二层逻辑来自于利率与避险资产的同步反馈。今天是出现了典型的 risk off 的组合。我们可以看到黄金这边它是有走强，美元的话呢它是比较的偏弱，然后呢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也是回落，说明资金在干嘛？它在买确定性，卖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以看到 GLD。黄金这边 GLD 今天盘中是来到了最高是来到了479附近，明显的是避险资金在加仓。收益率端我们可以看到收益率这边是回到了哪里？来回到了大概4左右。那么债市在表达同一个意思，关税这一类政策冲击会让增长与通胀的前景更加的模糊，所以说短期很多的资金先报国债更舒服，这又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觉得非常的怪。按理说收益率下去，科技股应该喘口气，但是今天科技股也在跌，因为这次压制的科技不是收益率的单因子，而是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偏好的一个收缩。那么第三层逻辑，你要尤其的注意，就是行业内部的结构性杀估值，尤其是谁？尤其是那些软件股。还有什么呢？金融股。那么软件和金融今天是有一个领跌的，金融股里面像这个 JP Morgan
大行盘中跌幅非常的明显，软件板块还叠加了 AI 冲击的蓄势发酵。我们可以看到像 CRWD、APP 这类高估值成长股，今天就是被资金用来看风险的优先标的。所以说你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指数我们还在一个关键位置进行反复的挣扎，但是个股已经是走弱了。这个我告诉你并不矛盾。因为它本质是市场在做风险再分配，资金抱着少数确定性的权重，放弃高波动的二三线成长股，那么指数被权重拖着，不至于垮台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发现广度真的非常的难看，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觉得指数不算特别惨，但是账户体感非常疼的一个根源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很多会员朋友，我们的账户我们还是撑得住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内、有短线、有周区间，然后呢有长线给大家进行操作，而且呢我们很多朋友是做的比较多的指数的。个股的话呢，我们都没有说要去做一些太多的二三线成长股，所以说我们的账户还是比较的体面的。再来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今天下跌的还有一个原因，地缘线。伊朗方面的新闻确实在加噪音，伊朗国内抗议美国加压航母部署谈判窗口，这些都会推高油价的风险溢价。油价这边短线是有一个走强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USO它是有一个冲高回落，但是呢，整体来说它还是属于在高位进行震荡，说明什么？地缘溢价没有退干净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，伊朗的这条线，它未必会把美股砸穿底，但是呢，它会让反弹变得比较的颠簸，因为每一个标题都可能会让油价跳一下，这个市场呢就会抽一下。好了，新闻这边的情况我们讲完，我们下面进入到技术面 ，SPY 这边的铁底。QQQ 的金底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，好吗？那么今天 SPY 最低达到了哪里？680.37，离680只差一层窗户纸，但严格来说是没有有效的跌破。就算它在盘中跌破了，我告诉你不要紧，给我观察3天的时间，跌破确认跌破。如果说明后2天给你冲上去了，那就不叫跌破。所以说你不用有任何的担心，好吗？如果你真的很担心，在盘中你来我的会员群来问我，那么我出视频的话呢，不是那么的及时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告诉你，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，好吗？那么说明现在在680这里仍然是有资金在承接在顶。那么 QQQ 这边比较的脆，那么今天盘中最低是来到了599.05，很多人在盘中的时候就说哇跌破了，我告诉你没有跌破，轻轻的点一下，然后马上来一根高一，这个呢不叫跌破。日线的话呢，看3天好吗？看3天。我今天比较激动哈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在历史中能够带会员朋友能够盈利，我觉得很开心哈。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QQQ。这边的600是被刺穿过一次，所以说短线的心理防线绝对会被动摇。所以说今天的结论，我觉得还是要直接给大家。那么这个盘对于多头来说，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确认的底部确认，但是是底部压力的测试。SPY 这一关暂时的过了，但是 QQQ 这一侧属于擦边，那么甚至是露出了一些裂痕。那么没有跌破，没有刺破，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后市？我告诉大家 SPY 你给我看好了，如果说接下来的2天时间能够守住680，并且不出现放量的连阴，那么指数层面不需要恐慌。但是如果说 QQQ 这边连续收在600下方，那么科技线会拖累整体的情绪，市场它会从震荡修复切换成偏弱的一个整理。下一档我们要看在592到595这个区域能不能进行接住，因为 SPY 这边代表的是更分散的盈利和更低的单一叙事的风险，但是 QQQ 这边代表的是估值和情绪。QQQ 如果说一直在软，说明什么呢？风险偏好在退潮，退潮不等于海啸。那么如果它不能够好好的给我反弹的话，就证明着反弹的路它会更窄、更挑票，而且呢更看位置。我呢偏向于下周就是这周前半段继续有一个震荡偏弱，后半段取决于财报给方向。看英伟达的财报，英伟达的财报是很大程度可以影响美股的一个走势的。整体呢比较像是先向下，然后呢再后稳的一个节奏，并不是一路的拉上去。原因3条叠在一起，第一就是15%关税这件事情，它本身在企业端和通胀端会制造定价的重估，那么市场需要时间来进行消化。第二，行业内部的软件和金融这边同时的砍估值，并不是一天就会结束。今天这种
大幅下挫的个股，它往往也会带上几天的一个余波。那么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，最重要的一条，我认为是英伟达在这周三盘后会发布财报，而且呢会有电话会议，这个情绪是情绪的闸门。这周指数要么被它带着修复，要么被它再带着下探一脚。同时呢，这周还会有其他公司消费还有地产链条的财报，能够帮助市场判断经济降温到底是软着陆还是更加的麻烦，好吧？那么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。而且还有就是一件事情，我刚刚说漏了，就是沃勒这边呢，它今天也会关于3月份是否按兵不动以及就业数据对策的影响，告诉市场到底这个货币政策有没有无限的托底，定价现在这边仍然是围绕着就业和增长的。那么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朋友觉得指数不太弱，但是手里的个股跌得非常的惨。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残酷，但是你的真相是什么？叫做流动性的一个挤压。因为在极度恐慌的市场环境里，资金它是有避险本能的，所以说大资金它如果跑不出去，它体量太大了，它会怎么做呢？它会把资金从中小盘股、2线成长股撤出来，然后抱团到英伟达、苹果、微软等这些巨无霸里面，因为这些巨头的流动性好，现金流强，抗风险能力高，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指数被巨头撑住，看起来没怎么跌，但是中小盘股因为失去了流动性，出现了失血性的崩盘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个股走势真的非常的差。但是你问我这个危险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从长周期来看，这恰恰是属于底部的一个特征。因为当市场出现这种无差别的杀估值，当好公司和坏公司一起跌，当不管业绩好坏，只要不是巨头都被抛售的时候，说明市场的情绪已经到了极度的悲观了。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广度崩盘往往先于指数见底。你现在手里的个股大跌，不是因为公司出问题了，而是因为市场没钱了。一旦地缘政治的恐慌过去，流动性重新释放，被错杀的个股，它的反弹力度会是指数的3倍、5倍，好吗？那么我们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，今天你不要在恐慌中杀跌，今天的下跌就是地缘政治噪音和流动性枯竭共振的一个结果。那么我认为主力承接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，这个应该是个假摔，如果你此刻卖出，大概率就是搁在地板上。然后最后呢，关注一下明后天的黄金修复期，因为在周二、周三很关键。如果说大盘能够低开高走，收复今天跌幅的1半以上，那么诱空就成立了。同时，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油和黄金还比较强势的话，说明地缘对冲逻辑还在。同时，我们要看一下，比方说像英伟达现在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，说明科技股的主心骨还没有断。所以说呢，你个股的策略，对于我跟大家讲的像英伟达、谷歌这样的股票拿住，因为它是市场的定海神针。被错杀到中小盘成长股，逻辑没变的话呢，就装死不动，不要在流动性最差的时候去卖流动性差的资产。对于油和黄金，把它当做一个对冲就 OK 了。投资它是一场反人性的游戏，主力呢就是想用这根带血的阴线击穿你的心理防线，拿走你带血的筹码。所以说呢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保持你的相关的逻辑，不要把带血的筹码廉价的交给华尔街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视频这些分享特别的好的话，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帮我点赞，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看到这期好的视频。如果大家想拿到盘前盘中精准的点位和方向的指引的话，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来看一下这些会员朋友在逆势中是如何去赚钱的。我们欢迎大家呢来扫码，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在这一周都能够好好的赚钱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